厦门鼓浪屿之前被曝光疯狂宰客，处处都是坑，每个环节都充满套路，游客基本就是待宰羔羊。大家好，我是南希，今天我将亲身探访厦门鼓浪屿。鼓浪屿位于厦门市西南方约500米的海面上，全岛进行机动车、警交等除外是步行岛。而去鼓浪屿的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乘船。我是直接到东渡客运码头买票，普通船票价格是35元一人，精品航班的需要85元一人，都是包含往返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购票后一定要提前半小时达到码头去安检候船，到时候直接刷身份证就可以检票了。远远的看到鼓浪屿岛，上面的房子就是最大的看点。还是酒下了。睡着了。登岛之后的第一印象就是几乎所有的餐饮商家都进行了明码标价，这应该是整顿之后的成果，但是感觉绝大多数的餐饮店铺都空无一人，这可能就是信誉受损的恶果吧。如果一台自助售货机5块钱一瓶的农夫山泉和6块一瓶的冰红茶定价模式有点迷惑，难道他们是吃准了登岛的大多数游客都会选择更解渴又不会升血糖的农夫山泉吗？而小罐装的旺仔牛奶定价为14元。鼓浪屿原名元沙洲，岛的西南处有一个岩洞，受浪潮冲击声如擂鼓，于是从明朝开始改名为鼓浪屿。鼓浪屿面积很小，仅仅只有 1.9平方公里，全岛长约1800米，宽约1000米，与厦门岛隔海相望，相距只有600米。地形以丘陵山地为主，属于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如春。鸦片战争以前，鼓浪屿长期是一座人烟稀少的荒岛，直到鸦片战争前后，厦门成为通商口岸，外国殖民者纷纷来到鼓浪屿，陆续建造了教会学校、医院、教堂、领事馆。大量出国谋生的华侨在异国发财后也纷纷回到闽南，很多人都选中在鼓浪屿作为落脚点，修建了大量的别墅和公馆。这些在国外做生意的富人们选用的都是上等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耗资十分昂贵，留下了许多带着西方风情的建筑，共计1000余座，有南洋建筑、闽南红砖大错、法国风屋顶、英国风装饰山墙等，融合了中国、东南亚和欧洲多地的特色风格，被誉为万国建筑的汇集地。
房价。啊，160方。3.8亿来计算的，600万啊，3600万，1800万，2500万，180万，你想想看，鼓浪屿的房价是什么样子？都有3.8亿，甚至这是亿计算的啊。这是鼓浪屿的房产中介，这里最下面的那套将军别墅报价是3.8亿，这房价还真是不便宜啊！听路过的导游讲，鼓浪屿岛上这些拉货的人力车都是特许经营的，并不是任何一个人带着拉车都可以上来做生意的。这么热的天，完全靠人力拉这么重的建材，辛苦程度可想而知。我猜测他们应该是河南人，因为来厦门打工创业的河南人非常多。我们要不要走到前面去？夏天的鼓浪屿最舒服的地方应该是这个隧洞，非常阴凉，里面展示着一些图片和介绍，包括鼓浪屿的全貌，还有各位华侨名人、富商和他们的别墅。这些别墅的诞生始于清末明初的侨汇潮，当年无数闽南人背井离乡赴南洋谋生，在异国他乡积攒下财富后，第一件事便是回到鼓浪屿，请来中外设计师，将对故土的眷恋浇筑进砖瓦里。于是我们能看到闽南传统的燕尾脊与东南亚的骑楼廊柱共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梳妆花园与海天堂构。梳妆花园由华侨林尔家建于1913年，他以藏海为设计巧思，将海水引入园中，让别墅与潮汐共生，漫步其间，仿佛人在园中坐，海在檐下流。而海天堂构则是5栋中西合璧别墅的统称，其中一栋的屋顶采用闽南传统的歇山顶，却在檐角雕刻了西洋的卷草纹。正门上方的海天堂构匾额字体兼具楷书的端庄与隶书的浑厚，门两侧的罗马柱上却缠着中式的祥云浮雕，每一处细节都在诉说中西交融的故事。如今这些华侨别墅大多已不再是私人宅邸，有的成为了博物馆，展示着当年华侨的生活用品与老照片，有的变身成了咖啡馆，也有的仍保留着部分居住功能，住着华侨的后人。走在鼓浪屿的这条路上，两边的餐厅基本上都打上了明码标价的字样，菜的价格也不算贵，基本上都在30到50元左右之间。因为之前看过报道，说是鼓浪屿宰客很厉害，所以来鼓浪屿之前，我还专门吃过午饭过来，就怕遇到宰客问题。但这一路走来，感觉鼓浪屿餐馆的价格真心不算贵，不知道是不是之前曝光过宰客问题，两边的餐馆生意都不是很好，可能多少还是受了些影响。拉一拉。我们就跟着瞎走算了吧。这边都是条那个卖吃饭的那条街。你是不是又绕回来了呀？没有。总公司哪里呢？以前工厂的开会的地方。现在已经变成那个了，卖东西的地方了。对。来让一下，要不为啥都叫？
这能照不？3、2、1，小朋友，你让一下好吗？小朋友，你让一下好吗？谢谢。3、这里是鼓浪屿的最美转角，很多帅哥美女在这里打卡留念。据说这种转角在鼓浪屿有5个，而这个转角被评为鼓浪屿的10大景观之一。这个转角之所以被称为最美转角，是因为这里的建筑风格独特，2座红砖洋楼相对而立，形成了一个优美的弧形。这里也是很多电影和电视剧的取景地，如大 S 和罗志祥演的《转角遇到爱》，吸引了无数游客在这里拍照留念。如果你也来到鼓浪屿，可以来这最美转角看看。来报鼓了，这是医院来的。鼓浪屿平日日均约2到3万人次，旺季可达4、6.5万人次，游客还是非常多的。在鼓浪屿步行了3小时，就准备登船回去了。回去的话是不需要再验票，直接上船就可以了。他们这个船也走了。当年炮轰金门，距离金门2000米的厦门炮战阵地
有世界最大军事喇叭，每平米曾落 1.5 颗炮弹。这就是大邓英雄三岛战地观光园。大家好，我是南希。这个英雄三岛与金门岛隔海相望，是大陆离金门最近的地方。这里曾是两岸军事对峙的前沿阵地，同时也浓缩了大邓与金门长达21年的战火岁月。现在这里成了一座以统一大业为主题，以战地观光为内容的3A 景区。今天我将从厦门市区打车到这里。厦门英雄三岛观光园位于福建省厦门市大邓岛东南端，由大邓岛、小邓岛、角屿岛组成。因为英雄三岛战地观光园离市区还比较远，打车差不多用了将近1个小时才到。车行至大邓岛东南端，环邓南路旁的英雄三岛战地观光园便撞入眼帘。这里是大陆距金门仅2000米的前沿阵地，曾在1958年823炮战中承受过每平方米 1.5 颗炮弹的洗礼，如今已成为镌刻着历史记忆的特殊景区。门票是40元每人，刚入园，草坪上静卧的军事装备便自带厚重气场，园区内陈列着战斗机、高射炮、坦克等100余件军事装备，其中不乏立下赫赫战功的功勋兵器。这些在炮战中立下战功的老伙计，无声诉说着当年军民联防的壮烈往事。据说当年70%的炮弹都是靠民兵的肩膀扛到炮位的。最令人震撼的当属那座世界最大军事广播喇叭。喇叭采用铅铝合金铸造，直径2.86至2.88米，长度4.74米，重量1.588吨，最大发音功率可达2万声瓦，有效传播距离远至12公里。东京弟兄们，金门同胞们，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叶剑英说，1979年元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得到了全中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及国外侨胞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响应。台湾海峡出现了和缓气氛。现在，我愿趁此机会进一步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国民党军官兵弟兄们，金门同胞们，不要帮主席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会上说，共产党绝不用国民党曾经用过的方法来回报。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过火行为，永远不会再重复。在这里，我愿意告诉台湾当局，不但孙中山先生的陵墓经过一再修葺，该喇叭借鉴了仿声学原理，以压缩空气为驱动源，通过语音电信号调控高压气流，从而生成并传播强烈的声波。喇叭铸于上世纪60、70年代，是当时我军对金门进行政治宣传、开展攻心战的重要工具。广播内容主要有告台湾同胞书、号召国民党官兵投诚起义等。
1991年4月24日，厦门前线广播站率先停止播音，随后金门方面也停止广播，持续38年的两岸空中对台戏落幕。这支喇叭见证了海峡两岸从对峙到缓和的历史变迁，如今已成为英雄三岛战地观光园的一大亮点和历史教育的象征。我将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年的金门炮战。金门炮战又称炮击金门，台湾称为823炮战，是指1958年前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对据守福建省金门岛的国民党军进行的惩罚性的大规模炮击封锁行动。在美国支持下，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大小金门岛的国民党军队不断炮击福建沿海村镇。8月23日，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奉命向占据金门的国民党军队和驶往金门的运输舰船进行警告性的炮击，击毙国民党军金门防卫部3名中将副司令，击伤运输舰1艘。9月初，美军加强了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兵力，并派出军舰、飞机直接为国民党军运输舰护航进行挑衅和战争威胁。9月8日、11日和13日，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炮兵部队又奉命对金门和驶往金门的国民党运输舰船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猛烈炮击。福建前线部队共击沉击伤国民党军队各型舰艇23艘，击落击伤军用飞机34架，毙伤中将以下官兵7000余人。此后，这种警告性炮击打打停停，持续到1978年12月31日。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时，福建前线部队奉国防部长徐向前命令，自该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丹、二丹等岛屿的炮击。1949年至1979年间，三岛上倾泻了20万枚炮弹，平均每平方米的土地上就有 1.5 枚炮弹。炮弹炸毁了岛上806栋民房，共计2734间，炸死炸伤我军民167人。民房被毁，田园荒芜，生产生活遭到严重破坏。如今，厦门英雄三岛战地观光园不仅是一个观光胜地，更是一个充满历史厚重感的地方。它让我们铭记历史，珍惜和平。这里是民兵三岛世纪馆。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厦门和金门成为两岸对峙年代国共两党宣传新战的前线。1953年3月5日，大陆在福建厦门的角屿岛设立了对金门广播组，天天对金门的国民党守军喊话。不久后，小邓岛的女民兵洪秀聪领到了把对敌宣传单散发到金门的任务，他们把传单系在风筝上，让其顺风飘到金门。随后金门方面也开始仿效，双方的风筝大战后来又升格为气球大战。自1958年823金门炮战打响到1978年12月31日，海峡两岸开展了长达20余年的宣传攻心战，空飘是其中的主要手段之一。大陆空飘的工具主要是风筝，后来还使用过竹筒、小船和海漂气球等。除了宣传单，还会向金门飘送贵州茅台酒、山西老陈醋等土特产品。从1966年起，台湾方面也开始释放高空气球，气球上携带新战传单、日用品、口粮等，甚至还有伪造的人民币。其释放的气球越来越大，覆盖范围可达江西、湖南，最远的到达新疆。1979年元旦，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炮击的声明后，这场空飘大战渐渐落下帷幕。1985年，福建驻军停止向台湾和金门、马祖诸岛空飘海漂宣传单。台湾方面也于1984年宣布全面停止对大陆的炮击，随后停止了对大陆的空飘海漂作业。
传说中远华走私案赖昌星的银窟，曾经美女如云的厦门红楼，现在是什么样子？在厦门曾经有一栋非常有名建筑，名为红楼，90年代的时候可谓是红极一时。今天我也是特地来到这个地方，红楼位于厦门湖里区的怀光路。当年这栋红楼的名气，那可比厦门著名景点还出名。曾经这里车水马龙，非常热闹，在红楼进进出出的人，大多也都是有头有脸的高官富豪，甚至还有明星。到了远华上红楼，被称为一种荣耀，一种身份的象征，让这栋红楼名声鹊起。而这栋红楼并非文化意义上的历史古迹，而是由特大走私犯赖昌星于1996年投资1.4亿元建成，因外墙采用红色涂料而得名，总建筑面积约5000平方米。从外观上看，它与周边建筑并无显著差异，但其内部却暗藏玄机，成为赖昌星编织利益网的核心据点。服务于犯罪的精密布局，红楼的每一层都被赋予明确的任务，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服饰链条。1楼为接待大厅，悬挂红玉当头书法作品，营造虚假的喜庆氛围。2楼是高档餐厅，赖昌星为了招待他的客人，不但四处收罗好酒，还从香港高薪聘请了厨艺精湛的大师傅亲自掌勺。像这样的包间共有4个，可供40-50人同时就餐。赖昌星还特意弄来了不少名人字画，装点气氛，附庸风雅。3楼是桑拿浴房，酒足饭饱之后，客人就可以到这里放松。赖昌星从各地精心物色了数十名年轻美貌的小姐，在这里提供服务，在红楼享受特色服务，既不用花钱，又很安全。赖昌星这样的安排，让一些贪图享乐的人对这里情有独钟。在红楼接待的客人，他们一般都夫妇小妹，夫妇都不对，那因为他们都是公司请客的，那由谁给钱呢？就是那个老板。从办案人员在红楼发现的记账单中不难看出，赖老板为客人支付的费用中，每天仅红楼小姐的小费一项就以万计。去桑拿的话，他们都是先进去冲凉了。大部分客人一般都会按摩，我们都会给他们按摩这样子。然后就说要他们有要求的话，这样子反正就是顺理成章的这样子吧。一般人家都什么客人去啊？去那边客人海关的比较多吧。海关的啊，还有呢？然后就应该是就政府机关的吧。政府机关的啊。4楼为歌舞厅，有3个 KTV 包间，所有的设备都采取国际名牌产品，制造出一流的音响和灯光效果。5楼是装修考究的客房，那些在楼下按摩桑拿、新歌起舞之后仍意犹未尽的客人，可在这装修考究的客房里享受进一步的服务。赖昌星的妻子曾明娜的卧室也设在5楼。6楼是总统套房，装修的更加豪华，这是赖昌星为那些他认为比较重要、将来用得着的人准备的。对一些不方便抛头露面的客人，赖昌星会叫人直接把小姐安排到套房里。7楼则是赖昌星的办公室，众多权钱交易、走私计划均在此密谋敲定。了解红楼的人都说，一个人如果经历了从1楼到7楼，享受了红楼的一条龙服务，就不可避免地成为赖昌星俘虏。从此以后，他就要反过来为赖昌星的走私犯罪活动提供服务了。赖昌星此人1958年9月出生于福建晋江一个普通家庭，小学3年级便辍学谋生，曾从事垃圾处理、挖井等底层工作。改革开放后，他抓住机遇与家人合办纺织厂，凭借灵活的经营手段积累了第一桶金，随后落户香港，为后续的违法活动搭建了跨地平台。1994年，赖昌星在厦门成立远华电子有限公司。1996年进一步组建厦门远华集团有限公司，表面以正当企业为幌子，实则暗中构建起庞大的走私网络。其走私范围覆盖植物油、石油、香烟、汽车等多种大宗商品，通过伪造单据、打通关节等手段，逃避海关监管，疯狂攫取非法利益。1999年，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东窗事发，涉案金额之巨，涉及人员之广，震惊全国。为逃避法律追究，
赖昌星潜逃至加拿大。此后多年，我国司法机关与加拿大方面持续沟通，推动引渡进程。2011年7月23日，赖昌星被依法遣返回国。2012年5月18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其进行公开审判，认定其犯走私普通货物罪、行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走进现在的红楼，发现已经重新在改造装修了，据说是从2004年开始改造成了厦门职工服务中心，一直到2022年都是红颜色的外楼，但现在是重新开始改造。咱们再从马路的对面再远观一下，对面的红楼还是之前的7层建筑，如今知道红楼的人已经越来越少，红楼已经不再是当年的红楼，经过改造以后称为了黄楼，红楼变黄楼，曾经的风光无限的地方也终将暗淡无光地退出人们的视线。离开红楼，我要去探访又一个曾经辉煌但如今已经废弃的景区，它就是厦门的台湾民俗村。我按照地图的标示打车，最后网约车司机把我送进了一个小区。我猜测这个景区的土地应该是被重新开发了。走出小区，我发现远处的山上有一些亭子，于是放飞无人机往这个方向去探索一番。从高空俯瞰，能清晰地看到这里曾经是一处景区，这里是群山环绕，面向大海，远远的还可以看到大小金门岛。如果说赖昌星的创业失败是因为违法犯罪咎由自取，那么这个台湾民俗村的投资人就完全是因为情怀而买了单，是一个令人惋惜的故事。台湾人黄景山是厦门这个台湾民俗村的创建者。黄景山并不是一个生意人，他在台湾是学音乐的艺人，在台湾中视工作。1989年的2月22日，当时来厦门旅游的黄景山第一次见到了金山，也就是现在的台湾民俗村所在地。当时那块地是驻厦某部队的营盘，面积1.8万平方米，在厦门规划中属于旅游用地。他随即和对方谈判，来厦门5天后，他让太太寄来5万美金，7天后他就提前签下租地开发合同。1993年，台湾民俗村正式动工。黄景山根据金山和与金门仅1水之隔的地理位置，将台湾民俗村的开发主题定位彰显闽台文化同源同根的理念。1995年正式开门迎接客人。台湾民俗村刚开园时是厦门市响当当的网红景点，它由锦州乐园、民俗展示区和金山松石3部分组成，既能让游客看台湾少数民族歌舞、赏传统手工艺，又能在游乐园里玩过山车、坐旋转木马，一度成为家庭出游、朋友聚会的首选。那时的园区里每天都挤满了人，孩子们的笑声、商贩的吆喝声、游乐设施的运转声交织在一起，热闹的能盖过海边的浪声。而这样的景象一直到1999年，一切都发展的顺风顺水，可这份热闹并没能一直延续。黄景山在台湾并不是富家子弟，也不是事业有成的企业家。在台湾民俗村动工兴建时，他拿出的是夫妻2人在台湾艰苦创业10多年的全部积蓄。台湾民俗村从初期的 1.8万平方米、5万平方米扩张到后来的20万平方米、30万平方米，可以说是一直在负债建设。1999年之前，黄景山曾2次回台湾说服家人，变卖了祖上留下的2块土地，以保证工程建设资金的需求。1999年，黄景山决定回家卖掉第3块地，以继续台湾民俗村的开发建设。学音乐出身的黄景山对企业经营的风险并没有足够的认识。随着厦门新景点不断涌现，加上园区经营模式老化，设施逐渐陈旧，游客量慢慢少了下来。黄景山是一个一诺千金的人，在资金链断裂之后，
他曾经对员工许下不返还工资就不离开厦门的承诺，为此孤独一人在厦门过了3个春节。困难的时候，黄景山经常跑到后面的金山上去哭，但最终台湾民俗村的败局还是无法扭转。大约在2016年，台湾民俗村彻底歇业，大门上的锁一点点生锈，园内的景象也开始变样。曾经色彩鲜艳的游乐设施，如今蒙满灰尘，有的还断了零件。展示民俗文化的场馆玻璃破碎，里面的展品不知去向。当年精心修剪的草坪早已被齐腰的荒草占据，偶尔有好奇的人从围墙外张望，只能看到一片荒芜，让人很难联想到这里曾有过的繁华。如今在这里，海风依然吹过环岛路，却吹不回民俗村的旧时光。它像一本被遗忘的相册，夹着厦门旅游业发展的一段记忆，也藏着许多人关于青春、关于陪伴的细碎回忆。或许未来某一天，它会迎来新的变化，但此刻它就在荒草与时光里静静诉说着一段从热闹到沉寂的故事。大家好，我是南希，今天来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厦门怪坡。厦门怪坡位于厦门市思明区文增路，通往半岭宫的路上，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特色景点。怪坡长约50米，宽约10米。奇特现象是在怪坡上会出现违背常理的现象，如矿泉水瓶会从坡底自动滚向坡顶，骑自行车时上坡异常轻松，而下坡却十分吃力。汽车空挡下坡时也会自动倒退，而且无论怎样尝试，都是这样的现象，给人一种违背物理规律的错觉。这种现象让许多人感到困惑，因此得名怪坡。我到的时候，前面已经有游客开始拿矿泉水在这里做试验了。确实如之前说的那样，矿泉水瓶会从坡底自动滚向坡顶，把水倒出来，水也是自动往上流动的。后来是公路局测量人员对怪坡进行了详细的测量，测量结果显示，所谓的坡底实际比坡顶高 1.395 米，坡度为 2%。之所以出现这种怪象，是因为怪坡地处入口附近，周边地形复杂，从这里看上边坡较高，而下边坡较低，加上周围参照物的影响，使人眼产生了错误的判断，误以为是上坡路，其实是视觉错觉导致的。这里是全天开放的，如果您对这种自然景观感兴趣，可以有机会亲自体验一番。